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的美食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位俄罗斯的博主发布的，全程都是用俄语去讲解，大概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土耳其馅饼。个人呢给它命名了一个特别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做蜜果。这款美食在制作的时候它的面皮要擀得像纸这么薄，最后制作好之后还要浇上一层糖水。这期视频的描述比较多，因为这款美食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开始制作。首先来和面，准备400克的中筋面粉，就是家里最普通的面粉。面粉中加入2勺的食用油，大概有20克，建议可以用花生油尝试一下。紧接着面粉中加入2克的盐，水的分量是常温的纯净水，大概在200克左右。和面的时候水的分量就慢慢的加入，最后我们把这个面和成一个柔软光滑、不沾手不沾面盆的面团。现在的中国南方已经进入了雨季，相对比较潮湿一些，所以我们在和面的时候要把握好这个面的硬度和水量。面团和好之后，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放在一旁大概松弛1个小时。馅料的选择上是200克的花生仁、100克的核桃仁、50克的白芝麻。这3种材料建议选择用生的，我们自己来加工，这样做出来会更香。这一步就相对比较简单了，起锅用小火把这3种材料炒熟。一般来说，这个核桃和花生炒制到表皮开裂，基本上就已经熟了。白芝麻炒至微微发黄，在炒制的时候也能闻到香味来判断熟没熟。炒熟之后，把这3种材料盛出放凉。取来一个烤盘，把花生和核桃倒在里面，用擀面杖先把这2种材料给它擀碎。花生的皮和核桃的皮会略微苦一点，在擀的时候可以辛苦一下把皮给它去掉。这一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没有什么难度，我们一带而过。最后把这2种材料擀制到就像小米粒一样，不用特别的细，这样粗一点吃起来口感更好。为了保证做出来它的味道是顶级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纯手工去制作。把白芝麻、核桃、花生这3种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中。接着下一步可能就有点难了，我们把松弛好的面团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就不要再去揉这个面团了，现在这个面团松弛的已经非常好了。接着把这个面团切成小剂子，大概能切15个左右。切好的小剂子再揉成小面团，放回到刚才的和面盆当中。这一步做的会比较慢，盖上笼布防止它风干。取来1个小面团，用手按扁，配合少许的干面粉，我们要把它擀成面皮。擀的时候取来一个细长的擀面杖，慢慢的擀，不要着急。擀面皮的手法尽量讲解的细致一些，因为这款美食好像在国内没有卖的，想吃需要自己来做。擀面皮的手法就像做山东大烙饼一样，把这个面皮缠在擀面杖上，然后轻轻的擀一下，然后换一个角度再重复，最后把面皮擀的就像纸一样，最后能看到手印，然后就把这个面皮放在盖垫上。山东这边称呼这个东西为盖垫，就是包饺子用的那个。把面皮擀完之后，就取来一个加高的烤盘，烤盘的四周刷上油，油稍微刷的多一点、厚一点。这个烤盘的尺寸大概是32公分乘26公分。当然这款美食对于烤盘没有什么尺寸上的要求，我们根据自己的烤盘进行摆放就可以了。进入制作阶段，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一些，把刚才的馅料给它撒在这个面皮上，然后取来一个长长的竹签儿，接着把面皮缠在这个竹签上，缠的时候不用缠得特别的紧，虚掩着缠上就可以。缠好以后，用手把2端往里推一下，让这个面皮更褶皱。把这个竹签抽出来，把卷好的面皮就可以放在烤盘里了。这一步在操作的时候缠的不是特别的紧，可能会有少许的食材掉出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烤盘装了是12条，食材多少剩余了一点点。取来一把刀，在中间切上3刀，给它切成4段。接着取来花生油，在表面厚厚的刷上一层。刷油的时候，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已经切成了4段了。
到了这一步就做好了，可以放在烤箱里进行烘烤了。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230度，下火23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至30分钟。这个面皮擀得特别的薄，很容易烤糊，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烤箱多多观察。烤好之后还要撒上一层糖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糖水提前熬好。锅中先加入200克的水，然后再加入200克的白砂糖。熬制这个糖水不需要时间太长，也不需要熬制的特别浓稠。我们先用勺子辅助一下，让白糖融化。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基本上已经快开了。水开之后再熬制个40秒到60秒之间，用勺子辅助一下，待白糖融化，把糖水盛出来放凉。现在的这个蜜果已经烤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非常的棒。趁热把刚才熬制好的糖水也浇在上面。浇制这个糖水的时候糖水是需要放凉的，但是这个蜜果烤好之后稍微放凉一小会儿，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时候就浇制糖水。糖水的分量呢，就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吧。但是视频中是把所有的糖水全部添加进去了，我感觉这个甜度也刚刚好。添加好糖水之后，待这个蜜果放凉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这款美食在海外是非常火的。由于咱不懂这个俄罗斯语，所以说只能自己在家里研究。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希望这款美食有一天也能在国内火起来。好了，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